佩洛西串台事件发生以来啊，我刚才也说了，有160多个国家都发出了正义的声音，都纷纷谴责佩洛西访台是严重的挑衅，是非常鲁莽、不负责任的，而且呢，也都表示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将坚决的支持中国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前2天呢，我的确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我可以再给大家呢介绍一些，比如说斯里兰卡的总统威克拉马辛哈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斯里兰卡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以及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新加坡外长维文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同王毅国务委员会谈的时候就表示，新方明确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和改变现状的这样的单边行动。泰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老挝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老人民革命党支持中国政府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制造2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行为。老挝的外长萨伦萨呢会见王国伟的时候也表示，美方近日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行为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老方坚决反对任何制造2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支持中国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马来西亚总理对华事务特使发表了声明，希望西方国家不要用双重标准看待台湾和乌克兰问题，一方面抗议，一方面围堵俄罗斯，另一方面呢却在台海来干涉中国内政；一方面呼吁尊重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呢却利用台湾来分裂中国，这是以捍卫民主的名义干涉侵犯中国的主权，是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的。阿联酋外交部发布了声明，重申支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强调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性，呼吁遵守联合国有关决议，而且呢表示对任何破坏这种和平的挑衅性的访问表示关切。尼泊尔政党公开谴责佩洛西访台极度错误、不负责任，是赤裸裸的霸权行为。吉尔吉斯外交部也发布了声明，表示吉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吉方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2个中国的企图。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的发言人也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遵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强调乌兹别克斯坦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在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塔吉克斯坦外交部也发布了声明，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阿富汗临时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呼吁各国不要做出侵犯其他国家主权的挑衅行为。埃及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埃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遵守联合国的相关决议。还有厄立特利亚外交部也发布了声明，这个声明呢称，在美国的全球政策缺陷和愚蠢愈发露骨之际，为了强化遏制中国的政策，美方炮制了佩洛西访台这样的挑衅性的行动，带来了危险的后果。而这只是美国政府近年来在亚洲推行鲁莽政策的延续，应该遭到强烈的谴责。津巴布韦新闻宣传和广播服务部部长兼政府发言人表示，津巴布韦同中国坚定地站在一起，佩洛西串台是一种攻击性、挑衅性的行动，严重地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布隆迪外交部长秘表示，部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部方坚定支持中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多米尼克外交部发布声明，多方与国际社会一道对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表示严重关切，此举严重地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墨西哥副参议长呢也发布文章表示，
佩洛西非法串台是严重侵犯他国主权的干涉主义行为，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瓦努阿图的部长发布声明，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以任何形式来破坏这种稳定的局势。卢森堡外交大臣表示，佩洛西串台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挑衅，中美之间的互信可能因此访而消失，并且重申卢森堡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塞浦路斯政府发言人表示，塞浦路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充分地尊重国际法、主权、领土完整。另外还有很多国家的政党、前政要也都纷纷的发声，谴责佩洛西串台是霸权行径，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比如说尼泊尔的共产党、农工党、民族民主党都通过各种方式发声，指出佩洛西访台是极度错误的。蒙古的第三大党公民意志绿党发表了声明，强调要遵守联大275号决议规定的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在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印度全印前进同盟中央书记也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塔吉克斯坦共产党发表声明，认为佩洛西串台是公然的挑衅，与美方全面遏制中国的侵略性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有权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肯尼亚国民议会也发布声明，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所做努力，支持中国政府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所采取的举措。赞比亚社会主义党也发布声明，指出美国既没有能力解决新冠肺炎疫情、侵犯人权等国内的问题，又没有能力解决贫困、饥饿等世界挑战，却企图通过挑起战争、破坏和平来延续霸权，这种帝国主义的行径必须要遭到所有爱好和平人士的谴责。另外，智利执政联盟成员智利的共产党也发布了公告，谴责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挑衅行为。巴西的劳工党主席也指出，佩洛西的串台是威胁和平、煽动武装冲突的右翼行径，助长台独势力，制造地区不稳定和不安全。还有吉里巴斯执政党主席也发表了声明，对佩洛西串台表示极度的失望，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此负全责，美方应该正式的道歉。玻利维亚共产党也发表了公告，表示美国的挑衅行为令人不齿，玻利维亚将同中国站在一起，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同各政治、民间、社会组织一道，揭批美国破坏国际安全和稳定的帝国主义的行径。另外，还有摩尔多瓦社会主义党也发布了声明，表示该党无条件的尊重和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也通过社交媒体批评美方没有汲取教训，做法非常的愚蠢。另外昨天好像路透社提到东盟外长声明，其实这个外长声明也是呼吁要坚持联合国宪章，重申东盟成员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所以你看，社会上、国际上、国际社会160多个国家，占世界人口80%以上，接近90%的国家人民和中国站在一起。我们都是主张要尊重、执行联合国的宪章宗旨和原则，遵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其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我相信中国这个时候，我们的身后是160多个国家，是所有的美国嘴中那些所谓非西方国家。我们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公平正义的一边。我希望美国及他那个极少数的几个小兄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他们真的还遵从民主的话，他们应该能够听到尊重14亿多中国人民的声音，应该听见
和尊重占世界人口将近90%的广大的人民的声音。